土里面有害虫，不要用老方法喷农药，撒一把它，几分钟害虫全部没有了，效果比农药还要好呢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小明家魔法。如果你是一个热爱种菜的菜园子爱好者，相信你一定遇到过这样的情况，害虫问题比较多的情况。比方说虫牙、蜗牛、螨虫等等，这些害虫不仅会让你的蔬菜受到伤害，还可能传播病菌，导致猪生长不良。所以我们要分享的是能够完全灭绝虫子的好方法，让你摆脱这些困扰，让你的蔬菜茁壮的成长。最近有一个神奇的小方法，菜园子里面传开了，不管你的菜园子有多少害虫，只需要撒一把，害虫再也不敢来。这个方法简单实用，不仅可以有效的抵御害虫的侵袭，而且能够让蔬菜茁壮的成长，让健康绿色的蔬菜成为大家的蔬菜上的美味佳肴。我们可以跟着视频了解一下，到底是如何神奇的方法。巧妙去虫方法一：家里面如果有烟灰的花友，那么烟灰缸里面的烟灰不要丢掉，平时留起来备用。我们可以直接把烟灰撒到土里面，这样能够避免小黑虫子在土壤里面产卵。浇水的时候，烟灰会随着水渗到花盆中，能够很好的消灭我们的细菌。如果家里面除了烟灰，还有烟灰剩下的烟头，那么把烟灰和烟头一起放到水中泡着，大概泡30个小时。我们再把烟头捞出来不要啦，剩下的溶液我们加入适量的水来勾兑一下，直接把我们的水倒到花丛里面、菜丛里面，能够杀灭一些小飞虫、一些害虫，但是对于花是没有什么伤害，对于我们的菜园子是没有什么伤害的。驱虫方法二，白醋也可以派上用场。白醋是生活中常见的调味品，白醋倒入我们的烟碗里面，加入适量的混合水，再用同样的方法倒到我们的土壤中。平时浇水的时候，能够使我们的白醋水有效的驱赶虫子，可以使我们的菜园子远离虫子。这种方法比使用农药效果还要好，而且更加的安全，同时可以为我们蔬菜提供一定的营养。在使用我们的白醋水的时候，尽量在阳光比较强烈的时候进行，以免对蔬菜造成了伤害。我们需要定期检查菜园子的生长情况，发现了病虫，需要及时处理，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，不要乱扔垃圾，减少虫子的滋生细菌。亲爱的朋友们，制作视频不容易，如果喜欢我的视频，麻烦你帮我点个赞吧，谢谢大家的支持。消灭虫子方法三，撒一点草木灰。很多伙伴们在种白菜的时候、种菠菜的时候都没有想过后续会预防害虫的问题，只有当菜叶子出现了害虫之后，才会想起来预防虫子。那么这个时候，有的白菜、菠菜被虫子已经祸害。针对这种情况，我们一定要及时的治疗。常用的方法是喷洒农药。其实很多小菜农是不喜欢喷农药的，这个时候草木灰就派到了大大的用场。当我们的小菜苗有害虫，出现了跳虫，可以往菜苗上面撒一点干草灰，最好是浅灰色，均匀的撒一些，撒下去的草木灰飘扬到菜苗的每个地方，可以把菜苗间的所有害虫都赶走，为后续的预防工作做好了准备。消灭虫子方法四，我们来了解一下大蒜。大蒜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常见食材，不仅美味，而且有很好的驱虫效果。制作大蒜水的时候比较简单，大蒜需要拍扁，剁成蒜末，加入1碗水搅拌均匀，浸泡大约半个小时左右。再把大蒜捞出来，
留下清水，将其倒入喷壶中，在菜园里面喷洒。大蒜的味道是比较浓的，对蔬菜没有任何的影响，对虫子具有很强的驱赶作用。这样一来，甲壳虫、小瓢虫不敢靠近我们的菜园子，驱蝇效果比较好。那么大蒜皮也有用处，大蒜皮直接放入土壤中，散发出气味，能够驱赶虫子。大蒜皮在生长的时候，能够给予我们的土壤给予一些养分，还可以使我们的蔬菜生长的比较好，实现了一举多得的情况。这种方法比较简单呐，环保又高效，是家庭菜园的防虫好帮手。消灭虫子方法5，我们这里说一物，就是茶麸，一种农村常见的东西，是榨茶油剩下的渣子，有的地方伙伴们称之为茶籽饼，与大家常见的花生麸是一样的，是可以吃的。我们经常给猪吃，给鸭子吃，给我们的家禽吃，效果都很好的。茶麸子中还有一种叫做茶酵素的物质，粘附在软体害虫表面，会把我们的害虫表体细胞溶没掉。如果害虫吃到了茶麸，会把害虫的胃部融化掉。我们的鸡、鸭禽吃了之后，可能会出现问题的。所以大家使用茶麸的时候需要注意啦，一定要少量的用，不能多使用。使用饲料的时候，2种方法，一种是干撒，另一种是喷施。干撒的话，就是把茶麸研成了碎末，我们往有害虫的地方撒一撒，或者是撒到花丛里面、花园里面，害虫经过会粘在害虫的身上，我们淋过雨之后，便能够把虫子全部消灭掉。消灭虫子方法6，辣椒水。辣椒是一种特辣的一种物质，辣这种东西不仅是我们人受不了，虫子也受不了，所以用辣椒来治疗害虫比较好。辣椒用来防虫很简单，我们把辣椒倒到锅里面，加入适量的清水煮一煮，煮大开之后5分钟，然后我们把火关掉，晾凉之后就可以用。装到喷壶里，加入了20倍的清水，同时我们再使劲的摇晃摇晃，撒到菜园里面即可。定期的喷洒，一般7天喷一次，特别是春天南方回笼的时候，稍微可以多喷一点，能够预防害虫的成长，能够抑制害虫。在菜园里面种植健康无毒的蔬菜，是大家一直要求的，正是我们实现这个目标的好帮手。我们通过今天的分享给大家带来一些帮助。如果你也是一个热爱种植的朋友们，可以试这个秘密武器，让你的蔬菜更加的健康茁壮成长，只需要撒一把它就可以，我们吃着更放心的蔬菜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啦，感谢您的支持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